我的好四哥，这你可得管皇上要啊，我这没有的。而且王府内的修缮的费用也都是皇上出的钱，弟弟我是一点钱财也没有的。楚静怀听到唐之灵这么说，心里更酸了。他狐疑地看着唐之灵，啧啧两声。老六，这我咋感觉皇上对你真是比对他亲儿子还亲啊？哎呀，四哥我可真是羡慕你啊。唐之灵正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，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。哎，孩子哭了，不是小福宝就是小世子，咱们过去看看吧。楚静华也不酸唐之灵了，跟着唐之灵快步地往哭声处赶去。此时小世子的脸都摔破皮了，但是他还是没有从小车上下来。沈飞抱着孩子急忙赶过来。景儿，你怎么样？疼不疼？腰闪，地不平。沈飞拍了一下小世子，还想劝几句，就被一声高亢的女声打断。景儿，你的脸受伤了。沈飞转过头就看到了邓王妃。糟糕呀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往日好好的不来接人，现在孩子受伤了给碰上了，他的运气是不是太差了？啊，五妃你来啦！景儿，没见到我吗？小世子偷跑，害怕他父王责罚，缩了一下小脖子。父王。沈飞看着一家人团聚，也跟着开心，但心中想的却是赶紧把孩子接走吧，给别人看孩子真是轻不得重不得，就希望自家崽崽不要再往家里招惹那么多小孩了。沈飞不知道他的希望会落空，因为以后不仅有小福宝，还有花花。小福宝带着徐慧过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幕，后来知道小世子是因为玩车摔的，心中一喜，这样他就有借口不把小车给小世子了。小世子从前还管他要过小车，但他自己还没玩够呢，当然是不想给他，但是又怕拒绝的太明显，小世子伤心了，现在也是有借口了。徐慧，你快把车子收起来，别再拿出来了，太危险了。徐慧秒懂。是。我弟弟，我还玩。这车不能玩，没看你都快破箱了吗？还不快带下去啊！小世子傻眼了，早知道是这个结果，他就不哭了。楚静怀尴尬地摸了一下鼻子，这还真是他儿子，要东西的品行和他还真一样啊。邓王妃也是很尴尬，本来他儿子受伤，他还觉得是沈妃照顾不周，现在这父子俩一样的德行，都想要人家的心头好，他的脸也是火辣辣的。最后一行人离开的时候，楚静怀还算满意，穿衣镜被他带走了，小世子则是依依不舍，眼巴巴地看着王府。福宝弟弟，我父皇在经常的日子，我能继续在荣华府待着吧？不能，你父亲明天就会离开长安城了。楚静华一脸古怪地看着小福宝，小人不大还怪会说的嘞，本王没要到钱，怎么会轻易的离开？哎呀，六弟啊，你这世子还真是厉害哈，竟然还能做皇上的主了。我敢保证，你明天一早就得出了长安城。哦，本王要是没走呢？楚静怀还不信邪了。本王要是没走，你怎么办呢？你们王府出多少银两给本王建府邸啊？10万两？四哥，和小孩子计较，未免太那啥了吧？如果王爷明早不出京，我们荣王府送你10万两银子。要是王爷出京了，3州3年的赋税全都给荣王府，怎么样？楚静怀盯着小福宝瞧，看他信誓旦旦的样子，心里有些打鼓。特别是此时似笑非笑的小表情，还有熟悉的小脸儿，让楚静怀打了一个寒颤，还真邪门了。楚静怀下意识地挺直后脊，不能怂呀，这小子就是容貌像先皇老爹，毕竟不是他。怎么怂了？不敢赌了？有何不敢呢？本王就等荣王府送钱来了。晚上回去先别把行李都打开，否则明天还要重新打包。邓王妃觉得自家王爷今天算是丢脸丢大发了，不仅要东西，还和一个2岁的小娃娃打赌，哎呀，真是没眼看。六弟妹，我们呢就先告辞了，感谢这段日子对景儿的照顾。楚静怀离开之前，心里还有些疑问，他决定明天就算是和皇上耍赖，也要多待1天。
唐之灵带伤回来，沈飞早就想问了，但是当时有外人，他就没问。现在人都走了，他们回到王府之后，沈飞就拉着唐之灵询问脸上的伤。小福宝则是溜溜达达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徐慧，一会儿给经理递个条子，让皇上下圣旨，让老四明早就走。是世子。小福宝伸了一下胳膊，终于不用带孩子了，真好，这个大床就是他一个人的了。小福宝高兴地在床上打了一个滚，想到楚静怀可能会耍赖，又补充道：要是老四不肯走，就让皇上把他的封地换到伊吾。伊吾都在边境了，去到那里真的是送菜的。翌日，楚静怀一大早就接到了圣旨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冯公公。本王要去找皇兄，没想到他这么偏心的。冯宝看着楚静怀，又从怀中拿出了另一封圣旨。王爷要是不满意，也可以选择这一封。冯宝没有念这封圣旨，而是先递给了楚静怀，让他看看上面的内容。果然楚静怀老实了，他急忙把那封烫手的圣旨还给了冯宝，接了最早的那一封，然后咬着后槽牙道：本王遵旨。邓王妃非常无语地看着楚静怀，她觉得自家王爷就是瞎折腾。她自从进京之后就知道，皇家恐怕是想弥补荣亲王，毕竟荣亲王曾经没养在皇家，皇子待遇都没享受过。偏偏自家王爷看不清形势啊。王爷，皇上已经知道您和荣世子打的赌。楚静怀欲哭无泪，他这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。到了单州，堂堂一个王爷，难道就要吃糠咽菜了？最后，楚静怀是生无可恋的跟着大部队离开的长安。小世子走的时候，想看看小福宝有没有送他，但是让小世子失望了，他的福宝弟弟没有来。福宝弟弟，晴儿啊，乖，等你长大了可以再来的啊。我知道了，穆妃。车队出了西城门，然后就有一辆马车等在那里。徐慧带着一车的东西早就等在这里了。小世子原本无神的眼睛看到马车的时候立即瞪大了。穆妃，是福宝弟弟。楚静怀看到徐慧的时候轻哼了一声。王爷，我们世子给景世子送了些礼物。楚静怀点了点头，他们是堂兄弟，感情好也不错。小世子被放到地上，立即就颠颠地跑了过去。西总管，福宝弟弟来找我了吗？没有，但是他给你送了礼物。小世子有些失望。离开家这些日子，他和福宝弟弟相依为命，晚上福宝弟弟还哄他睡觉。小世子想到这里，眼睛红红的。景世子，马车上的东西都是我们世子送你的礼物，您要不要看一看呀？我要看看。小世子被徐慧抱上马车，见到东西的时候开心的大叫：这车，福宝弟弟等我一个车。这车子是新的，景世子从前桥上的是我们王妃送的，不能给你。我知道了，这个我也喜欢。等看到好些好玩的，小世子更是开心的大叫：哎呀，这个我也喜欢玩。这里还有鸽子。剩下的玩具都是我们世子送景世子的。还有，这是信鸽，景世子到了单州也可以给我们世子写信。好，福宝弟弟最好了。景世子，我们世子呢还送了点小玩意儿，在那盒子里，你要好好保管呢。小世子打开一个缝隙，看到银票的时候双眼瞪大。我们世子提醒你要好好自己保管。我知道了。这位是莫六，景世子见过的。这人呢跟着你去单州，你要是给我们世子写信或者想办的事儿，他都能帮你。小世子双眼噌的一下亮了。他也见过福宝弟弟身边有能随意派遣的人，那功夫都老好了。还有他这么小，有钱也不方便花，但现在不愁了。西总管，帮我先生福宝弟弟。楚静怀在前面等得不耐烦了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要出发了。徐慧离开马车，莫六赶着马车跟上了出行的队伍。楚静怀也没在意莫六这人，毕竟就是个车夫，他要也就要了。
楚静怀不知道，有了莫六，他和王妃过着贫苦的3年生活，他的身体越来越清瘦，而王府的小世子却壮得像小牛犊子一样。小世子的车队离开之后，小福宝才出来。主子，您为什么不见一见小世子呢？见了面，那小子又会哭唧唧，麻烦。有莫六在，小世子的安全无忧。回府吧。荣王府，唐之灵因为昨天打架了，今天就没有上职。他已经了解过了，他现在的部门算是真正的清闲，整个部门就他和朱坤鹏2人，而朱坤鹏是什么一号人，他太清楚了。经过1个晚上，唐之灵的乌眼青早就好了一些，他现在的体质经过沈飞药剂的改善，真的是好得不得了。这甜瓜真甜。是我庄子里出产的，现在京城的福宝斋卖得非常火呢。还是你厉害。沈飞又给唐之灵递了一块甜瓜，并且亲自喂到了唐之灵的嘴里。小福宝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幕，小福宝瞪了一眼唐之灵，哼了哼。哎，仔仔，这一大早的你去哪儿了？小福宝没有回答唐之灵，噔噔地跑到软榻边，把小鞋子踢掉，一下子也上了软榻。娘亲，我也要吃。你可以吃，但不能吃太多，否则肚子疼。要吃。沈飞只喂了小福宝1小口，然后又伸手揉了一下他的小肚腩。要乖一点。小福宝笑着点头，然后挑衅地看着唐之灵。你们礼部就这么闲？你怎么不去上职啊？你个小人精，人小不大，一天天管的事儿还不少。哼，这个家没有我暗中罩着，你还能小日子过得这么悠哉？还吃甜瓜，吃屁吧！小福宝知道皇上给唐之灵换了个部门，虽然打乱了一下自己的计划，不过看到唐之灵第1天上职就打架，又觉得皇上的安排有些合理。就这货，他还能指望他啥？孩子真的是要从小培养，长大了就很难搬回正道。他要是调到了礼部司，没准儿真会坏事。可能是小福宝嫌弃的眼神太过明显，唐之灵也察觉到了。仔仔，你这是在嫌弃我？小福宝白了一眼唐之灵，唐之灵闲着也是闲着，直接把小福宝抱起来抛了一下。唐之灵又抛了2下，小福宝稳稳地掉到了唐之灵的怀里。唐之灵，你快放开仔仔，他现在老重了，你别摔到他。小福宝惊魂未定下，又摸了一下肉乎乎的小肚腩，看来以后得少吃一点了。我就是和这小子玩玩罢了嘛。看到沈飞一脸不赞同的样子，摸了一下鼻子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前院还有点事儿，先去找谭先生了。说完不等人回答，他直接溜了。唐之灵也不全是借口，他打算明天上职把谭先生也带去。小福宝拍着小胸脯，看到唐之灵走了，觉得主客司也不能太闲了，得给他找点事情做。小福宝不知道这事情，不禁念叨，很快他就被宣进宫了。昨日和楚静怀一起进京的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个犯人，被小陆将军发现之后，本打算立即送往京城的，可是这人的身体伤得太严重，只能留在本地养伤。小福宝来到了监牢中，看到手脚全废的人也是很震惊。福宝弟弟，你看这人的容貌，这人或许才是真的唐志忠。原本躺在木床上的人听到小福宝的话，转了一下脑袋，等看到小福宝的时候，呜了2声。福宝弟弟，他的舌头没了，说不了话。小福宝没有害怕，直接走上前来检查唐志忠的伤，然后就看到了扭曲的腿和扭曲的手。把人悄悄送到我们王府，唐家其他人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。对于京城唐家的处决方式，小福宝没有过多的干涉。除了唐夫人和世子唐之轩，他亲自叮嘱过必须要处斩之外，其他跟着唐国公造反的人也都判了处斩。至于唐之义和不知情的唐家宗族，皇上收了他们的家产，全都贬成了庶民。唐老夫人因为检举唐国公有功，安然无恙地出来了，她的嫁妆也保住了。至于国公府，京城再也没了唐国公府。沈飞还不知道，他的好大儿给他找了一个病患回来，等着他救治。他此时拿出了水泥的方子，递给张光真。张管事，这是我让你研究的东西，怎么做上面都有，要尽快研究出来。沈飞想到小世子摔破的小脸，就觉得王府的地面得平整一些，
还有给小福宝建造的游乐场必须要地面平滑才行。张光真听到新房子，眼睛一亮。王妃，不知道叫水泥的东西有什么用处啊？水泥的用处可大了，造房子、修桥、修路全都能用上。等东西研制出来了，你就知道功效了。张光真看了一下配方，主要就是石灰石、粘土和铁矿石组合而成的。王妃，这比例严格按照我写的就好。其实主要就是石灰石和粘土，配比好了很容易。是，我知道了。新王府很快就修缮好了，一定要在搬进王府之前配比出来。是，王妃，属下明白了。这时候，明月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莫非国公府的案子判了，好些人都要砍头了，就在3天后。哦，唐夫人在里面吗？唐夫人和唐世子都在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唐知锦，还有国公府的几个庶女。那不错呀，唐夫人也是死有余辜。沈妃一想到唐夫人还给她和仔仔下药，就气得牙痒痒。只不过她不惧怕毒药，她和仔仔才平安的。但是唐之灵可是受了好些年的毒害呢，唐夫人死有余辜。此时京城一处小院内，唐老夫人看着跪在地上的唐之义，眼里也没多少温度。唐老夫人不明白皇上为什么单独放了唐之义。如今国公府已经没了，你也不是我的亲孙子，这以后啊，就不必找我了。祖母，哎，你也不必这么看着我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你父亲和我也没有血缘关系。祖母，我们都是祖父的孙子，您是祖父的正妻，就是我们的祖母呀。呸！别和我提他，要不是他生出那么个孽障，我的宗儿也不会死。让他那么容易去了，真是便宜他了。还有啊，你们这些孽障能活到现在，也是我心太软了。祖母，你说祖父的死是你？哼，他不过是下去陪他心爱的人罢了，他还要感谢我呢。您竟然……怎么？你要杀了我这个老太太？我早就活够了，如今已经为我宗儿报了仇，也能心安了。唐之义很气愤，但从小的教育让他没办法对唐老夫人动手。这是他祖母，虽然他从来都不喜欢他们这些孙子，但唐之义还是敬重唐老夫人的。唐之义又跪了下来。唐老夫人叹了一口气，从身上拿了一个盒子给他。唉，喏，这里面的药你吃了吧，以后啊就可以有孩子了。祖母，我和大哥这么多年无子，是被您下了药。是，就是我，唐志忠那个孽子，不配有子孙。他以为自己取代了我的宗儿，成了国公府的世子，就能高枕无忧了。我告诉你，他做梦。大伯他的死和我父亲有关？当然了，要不是他，我的宗儿又怎么会死？两人一起出去的，我宗儿死了，他完好无损的回来了，哼，真是太可笑了。祖母，这只是你的猜测，您没有证据，不是吗？不是你父亲又是谁？只看我的宗儿死了，对谁最有利，就知道是谁干的。老二，你也不要想着为你父亲洗白了，他都能干出造反的事儿，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？他呀，野心大着呢，一个小小的国公都满足不了他，他精心布局20年，要的可是皇上的宝座，还弄了一个皇家的儿子自己养着，这就想着有朝一日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哼，真是好谋算呐。可惜呀，这上天不站他那边，他还是高估了他自己。皇家也不是吃素的，楚家皇朝怎么会轻易被颠覆？这不，最终他还是一样落得个惨死的局面啊！报应，都是报应啊！唐之义静静地看着唐老夫人发泄心中的怒气。怎么，你不觉得你父亲该死？唐国公该死，但我父亲不该死。唐老夫人惊讶地看着唐之义，
捕捉到了他话语里的含义，快步走到他面前。啊，你是什么意思？老二，你刚才是什么意思？祖母，这么多年生活在国公府里的人不是我的父亲，他是个冒牌货。啊，不会，你不要为了给你父亲开脱，就在这里胡言乱语。唐老夫人不想接受这个事实，她曾经也是有真心对那个曾经教养过的孩子的，可是到头来伤她最深的还是他。唐老夫人想到唐志忠，虽然不是她亲生的，但也是在她身边养大的。她对唐志忠虽然没有对亲子那样好，但也没有薄待了他。作为国公府的庶子，待遇已经比其他府中的庶子强100倍。精心培养宗儿的同时，也没有落下他，给他请了好的武术师傅，还有夫子先生，真是文武全都没落下，就盼着他能成为宗儿的帮手。确实也没有让他失望，宗儿和那庶子一起长大，感情也好，好似一母同胞的亲兄弟。谁料一夜之间竟然天翻地覆，他的宗儿死了，世子变成了唐志忠。他做的也极好，好似他天生就是世子的人选。京城的人都夸他会教养，新世子也是文武全才，可谁又知道他的心里有多痛？你不要给你父亲开脱，还什么冒牌货，我不相信，那就是他狼心狗肺害死他的亲哥哥，想取而代之。祖母，在府中的唐国公真的不是我父亲，我亲生父亲恐怕早就遭受他的毒手了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唐志毅摇头，他轻轻地拉开自己上衣，露出了身上的伤。